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短发造型刷屏，她剪掉的不是头发，是对她的偏见。赵丽颖以酱园弄全新短发造型惊艳红毯，再次打破人设枷锁。从甜妹到巨抛脸，她的演技连头发丝都在飙戏，时尚圈封为内娱短发教科书。商业与口碑双收的85花顶流，用作品证明好角色才是最好的医美。当赵丽颖顶着全新短发造型在酱园弄红毯上 slay 全场时，热搜瞬间被赵丽颖短发杀图榜。这哪是换个发型这么简单？分明是85花顶流又一次把人设枷锁摔得粉碎。毕竟真正的演员，字典里从来没有只能演某种类型这句话。甜妹变形记，从包子脸到巨抛脸。考古党们还记得《杉杉来了》里那个萌到犯规的丸子头少女吗？10年过去，当年那个被嘲只会演傻白甜的姑娘，现在光是靠头发丝都能演戏。在陈可辛新片里，她饰演的西林简直是个发型的千面女郎，复古波浪卷是风情万种上海滩歌女，超短发秒变冷面女特务。最绝的是同款短发在不同场景居然能演出反差萌，审讯犯人时眼神能杀人，街角点烟时又温柔的像文艺片女主。难怪时尚圈都在传内娱短发教科书，赵姐认第二，没人敢认第一。演技开挂，连指甲油都会演戏。谁说流量和实力不能兼的？赵丽颖捧着飞天奖杯微微一笑，转头就在酱园弄里贡献了毛孔都在飙戏的名场面。涂着猩红指甲油的手指把玩打火机时，那种危险又撩人的气息，直接把赵小刀的标签烧成了灰。有影评人连夜发小作文，别人演戏靠台词，他连头发丝的弧度都是戏。造型实验室，从爱豆到体制内无缝切换。这位姐的造型师怕是全娱乐圈最忙的。前脚刚用樱花粉发色血洗美妆区，后脚就凭造成者的体制内短发让打工人集体种草。最离谱的是粉丝二创的爱豆影混剪，播放量轻松破亿。难怪造型师大佬韩火火都跪了，他身体里同时住着迪士尼在逃公主和扫黑组女组长。85花逆袭指南，用作品打脸最爽。当同龄人还在偶像剧里打转时，赵丽颖已经玩起了高端局。和黄晓明二搭的造成者光是路透就炸上热搜，年代戏加正剧的配置直接把逼格拉满。更气人的是，他近年作品豆瓣清一色 7.5+， 商业价值与口碑双收。这波操作完美诠释，在娱乐圈，好作品才是最好的医美。显微镜下的网友狂欢，节俭的不是头发，是某些人的刻板印象。8.2W 点赞。从花千骨到西林，他的人生剧本比漫威宇宙还精彩。3.4W 转发。建议查查赵丽颖是不是克隆人，怎么同时承包了我的童年、青春和社畜生涯？狗头大军压境。在这个恨不得给每个明星贴标签的娱乐圈，赵丽颖活成了行走的反定义标本。就像她自己说的，造型只是内心的外挂显示器。所以与其说我们在围观女明星变装秀，不如说见证了一个普通女孩亲手改写娱乐圈规则的励志片。毕竟能同时用甜妹脸和女王心征服观众的，除了她还有谁？赵丽颖的短发造型一经曝光，便迅速引发了社交平台的热烈讨论。从长发飘飘的古装美人到干练绿性的现代女性，她的一剪刀不仅是对外形的突破，更像是一次向公众刻板印象宣战的宣言。很多网友调侃说，姐剪掉的不是头发，是对她的偏见。而从舆论反应来看，这句话一语中的，既包含了对赵丽颖形象蜕变的赞叹，也道出了她一路走来所承受的不公与误解。从出道之初，赵丽颖就是一个被贴满标签的艺人。她不是科班出身，没有强大背景支撑，也没有所谓的天选气质。起初她以圆脸、甜美、小家碧玉的形象出现在荧幕，被定格在傻白甜傻妞妞的角色范畴。
观众习惯了她的温婉，她的忍让，甚至很多人开始把角色投射到她本人的性格中，仿佛她注定只能演那样的女主，仿佛她现实中的个性也理所当然的柔软、善良、温吞。然而事实却是，赵丽颖的每一步都走得比别人更艰难，也更坚定。她从小角色起步，从配角跑龙套做到女主，一路用演技和观众的口碑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道路。她不是被力捧的幸运儿，她是在夹缝中顽强生长的自己。尤其是在《陆贞传奇》《花千骨》《楚乔传道》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等作品之后，赵丽颖逐渐被更多人看见，也渐渐摘下了只会演甜剧的标签，真正成为了一位有票房号召力和演技说服力的演员。这一次短发造型的刷屏，更像是她主动向观众展现的另一面赵丽颖。干净利落的线条，精致得体的妆容，配上那种从骨子里透出的自信与笃定，让人一眼看去便知道，她不是要取悦谁，她只是终于活成了自己。很多粉丝和路人都表示，赵丽颖的短发像是一种态度，不迎合，不解释，只用气场回应一切。双引号。在这次造型中，赵丽颖选择了粉色露肩上衣搭配利落短发，一面展现出女性的柔美与浪漫，一面散发出不容轻视的飒爽与自持。这种美飒共存的气质，不仅令造型瞬间出圈，更让无数网友重新审视赵丽颖的多样可能性。不再是过去荧幕上那个被动承受情感波动的女孩，如今的她能主导人生，掌控角色，甚至通过一个眼神、一句话就足以撑起整场戏。与此同时，赵丽颖也在近几年的选择中，愈加主动而自信地突破角色局限。从幸福到万家到风吹半夏，再到与凤行将园弄等，她不再执着于观众喜欢什么我就演什么，而是开始走入社会现实、女性成长、人性冲突等更深层的话题。短发或许只是一次造型选择，但在某种程度上，它代表了她思维方式的变革，是她摆脱被定义后的自然状态。公众人物的每一次造型变化，其实都不仅是外在的，更是内在的一种传达。当赵丽颖选择剪短头发，以全新面貌出现在镜头前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为了流量而换造型的明星，而是一个终于不再活在他人期待里，敢于为自己发声的女人。有人说赵丽颖一直不会炒作，情商低，不善交际，但正是这些标签背后，我们才看到她难得的真诚与清醒。她的成长路径从未依赖于炒作和人脉，而是真真切切的靠一个角色一个角色的去打动观众。她的倔强从未高声张扬，却在她一次次坚韧的转型中不断体现出来。从圆脸丫鬟到收视女王，从傻妞形象到国民大女主，赵丽颖用10几年的时间完成了许多人终其一生都无法达到的转变。而在这个流量速朽、热点意识的时代里，赵丽颖的慢反而成了最动人的一种快。她不是靠爆点博眼球，而是靠实力换掌声；不是靠绯闻争版面，而是靠作品稳江山；不是靠迎合潮流吸粉丝，而是靠真实打动人心。也许她不完美，也许她还在进步的路上，但正是这份不迎合的姿态，才让人越看越敬佩。写到这里，或许我们该重新思考一个问题：为什么赵丽颖的短发造型会如此刷屏？不是因为短发本身，而是因为这个短发背后站着一个终于敢做自己，不再讨好世界的赵丽颖。这份自洽，这份沉稳，这份从容，就是她身上最珍贵的光芒。如果你也曾在生活中因为不被看见而委屈过，因为不被理解而动摇过，因为被贴标签而迷失过，那么希望赵丽颖的故事能带给你一丝力量。我们无法选择别人怎么评价我们，但我们可以选择自己怎么活。就像赵丽颖一样，减去偏见，留下真实，越走越坚定，越走越自信。人生的路或许永远不会轻松，但愿你我都能像她一样，不因标签而退缩，不被流言左右，始终保有向阳而生的勇气和光芒。
每一位默默努力的人，终有一天会在属于自己的光里被世界看见。王一博乡村音乐教室火爆出圈，公益话题破3.5亿引热议。王一博发起乡村音乐教室计划，用专业乐器和志愿教师团队为山区孩子筑梦，带动粉丝和明星参与，已扩展至30所，改变乡村教育。当舞台上的王一博以酷帅舞姿点燃全场时，鲜少有人知道，这位顶流明星正用温柔且坚定的力量，为乡村孩子筑起音乐梦想的桥梁。他发起的乡村音乐教室公益计划一经曝光便引发全民热议，相关话题阅读量迅速突破3.5亿。这场关于艺术与希望的传递，比任何舞台表演都更震撼人心。起初，王一博在一档公益纪录片中看到山区孩子对音乐的渴望，没有乐器，孩子们用树枝在地上画五线谱，缺乏老师，他们就跟着老旧收音机学唱歌。这个画面深深触动了他，当即决定自掏腰包，在贵州、甘肃等的筹建首批10所王一博乡村音乐教室。消息传出，网络上却掀起两极化讨论，有人质疑明星做公益是人设营销，豆瓣甚至出现王一博音乐教室能坚持多久的争议帖。面对质疑，王一博没有回应，而是默默推进项目落地。随着项目推进，越来越多温暖细节被曝光，他亲自参与教室设计，要求配备专业的钢琴、吉他等乐器。为了让孩子们获得优质教学资源，他联系知名音乐院校组建志愿教师团队，甚至在行程繁忙时，还通过视频连线为孩子们上音乐课。这些真实的画面被粉丝记录并传播，抖音上王一博与乡村孩子的音乐约定系列视频播放量超8000万，孩子们抱着新乐器时眼里闪烁的光芒，让无数网友泪目。评论区风向大转，原来他真的在认真做公益的声音刷屏网络。更令人惊喜的是，王一博的公益行动产生了巨大的带动效应。他的粉丝自发成立王一博公益站，跟随偶像的脚步捐赠乐器、书籍。众多明星也纷纷效仿，发起艺术公益项目。如今，王一博乡村音乐教室已扩展到30所，覆盖全国12个省份，部分受助孩子还登上了地方春晚的舞台。这场始于个人初心的公益行动，正在汇聚成改变乡村教育的磅礴力量。王一博的名字在娱乐圈意味着多期发展、敬业精神与超强的吸引力，而如今，王一博这3个字更承载起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。近期，由他发起并推动的乡村音乐教室公益项目引发全网热议，话题热度一举突破3.5亿，成为社会话题榜上的焦点。这一次，他不是在电影里扮演热血青年，也不是在舞台上炸裂出场，更不是在赛车场上风驰电掣，而是真真切切地走进了乡村，用行动为乡村孩子点亮梦想的星星之火。音乐教室这个词对许多人来说，也许并不陌生，可对于大山深处的孩子而言，它意味着从未拥有过的世界。在信息不对称、资源极度匮乏的偏远乡村，艺术教育往往是被最先忽略的一环。没有设备，没有师资，没有机会，他们对音乐的渴望常常只是停留在课本中那几句哆来咪的旋律里。正因为如此，王一博团队选择将公益的触角伸向最薄弱的艺术教育领域，并以乡村音乐教室为起点，试图打破这种不公平的现状。他们走访乡村，联系学校，捐赠乐器设备，甚至为当地教师提供基础培训，只为那一句，让每个孩子都有唱歌的权利。许多人也许会问，一个明星做公益为什么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？答案或许藏在王一博身上那种始终如一的沉默坚持中。他不是那种用公益包装自己的艺人，他很少在镜头前强调自己的付出，反而更多的让成果说话。在乡村音乐教室话题破译之前，他从未高调宣传，直到首批教室真正落地，有孩子们传来弹琴的视频，网友们才惊叫，
这个平时总是低调寡言的顶流，正在用自己的一份影响力悄悄撬动现实的一角。更令人动容的是，这些音乐教室并不是一次性捐赠或走过场的公益，而是一套完整的、可持续运营的系统支持。在硬件设备捐赠之外，还有后续的课程内容、线上辅导资源以及志愿者音乐人定期支教。这些细节让人看到，王一博并非只是想做好事，而是真的想把事做好。他的理念很清晰，不是送温暖，而是创条件；不是刷流量，而是种希望。与此同时，网友们也在自发扩散这个项目的正能量。一位粉丝写下：“我曾经是一个因为艺术梦想被家庭现实打回原形的女孩，我知道资源有多重要。”王一博这次做的是一件真正能改变命运的事。还有音乐教师留言表示，孩子们第一次摸到钢琴的样子，眼睛是亮的。他们不再只是课本上的受众，而是真正开始拥有自己的旋律。这些来自不同阶层与背景的反馈，证明了音乐的力量，也证明了一个公众人物用心的选择是多么有意义。在娱乐圈中，很多人习惯把公益当作一次性的形象经营，但王一博的乡村音乐教室显然走出了一条不同的路。他没有刻意制造煽情场面，也没有用过分的包装将公益变成话题游戏，他只是默默的、持续的、脚踏实地的做事。他的团队也表示，我们希望这些教室是能一直存在下去的，是孩子们可以长久使用，真正改变人生的一部分，而不是一次快闪捐赠的风景。双引号 3.5 亿热度的背后，更多的是大众情感的共振。人们愿意为这份不被商业绑架、不被表演污染的纯粹善意点赞。在越来越浮躁、越来越注重转化率的社会语境中，王一博用一次次实际行动告诉我们，有时候不喧哗反而更动人，不追热点反而更持久，不博眼球反而更能打动人心。也许这样的王一博才是粉丝最骄傲的存在。他不是一夜成名的网红流量，也不是高高在上的光环富豪，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用行动为社会带来改变的青年榜样。他既可以在镜头前演出千面人生，也可以在生活中用最朴素的姿态，为孩子们种下一粒希望的音符。每个孩子都应该拥有艺术的权利，每段成长都应该被尊重。而在这样一条推广艺术公平的道路上，我们看到的王一博，不只是艺人，更是桥梁，是点灯的人，是那个用自己一点点微光汇聚星河的逐梦者。所以，如果你也是正在寻找人生方向的人，请不要忽视努力之外的善意。如果你也是有一点点影响力的普通人，请相信自己也能成为某个孩子世界里的光亮。王一博做到了，用自己的方式。他不是在为名利奔走，而是在用热爱与责任完成一次精神传承。未来的路还很长，王一博的音乐教室计划也只是刚刚起步。但正是这种慢火细熬的坚持，让人对他的每一个决定都充满信心。相信在不远的将来，会有更多偏远乡村的孩子，因为这位偶像的努力，而拥有属于自己的琴声与梦想。亲爱的读者们，我们生活在一个被信息轰炸、被话题淹没的时代，有时候很容易对善意产生怀疑，对热度产生麻木。但请你记得，还有人正在用真实和坚持去对抗冷漠，点燃希望。而我们能做的，不是旁观，而是关注，是支持，是分享，是让这份善意走得更远，传得更广。就像王一博曾说过的，我只是希望能为别人做一点事。也许正是这一点一滴，构成了这个世界真正温柔的底色。希望你我都能成为那样的一点，不炫耀，不夸张，却坚定有光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